多严格才算够严格？只会严厉的家长不是好家长，严格但有爱心的人被称为权威，但那些控制严格、冷酷无情的人被称为专制。即使极端的养育方式对于教孩子守规矩是必要的，然而研究表明，它实际上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。被非常严格的父母教育长大的孩子，在思想、情感和行为上有各种各样的纠结。有小伙伴被副作用所累吗？如果不确定有哪些副作用，那么这支影片就来说说6种常见的副作用。1、内心的批判。你学得不够，房间不够干净，这听起来耳熟吗？如果你的父母很严厉，你可能从小到大已经习惯了各种批评，甚至可能会觉得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正确的事。也许你一直害怕被批评，觉得无论自己做什么，永远都不够好。这些感觉培养了你内心的批判，让它和你一起成长。所以今天你可能会经常批评自己，也许你一直在贬低自己，为做错的事道歉，或者警告每个人你可能会出错，还会很快就在别人之前指出自己的缺点，这变成了一种保护自己的策略，希望如果我先批评自己，别人就不会批评了。不幸的是，这往往会适得其反，因为你自己的想法可能比你父母的想法更苛刻。2、坏人。你会因为害怕被拒绝而向别人展示真实的自己吗？缺乏自尊和自信是严格管教的另一个常见副作用。如果你的父母总是有很高的期望，你可能也会给自己设定了同样的期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也许你把这些期望内化成为自己的一部分。现在，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你的结果，所以如果没有达到那些高期望，可能会觉得自己天生很糟。一些在严格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人描述说，如果他们不能成功地遵守规则，或达到不切实际的标准，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从根本上是不怎么样的。3、说谎的艺术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你的父母是否总是禁止你做任何有趣的事情吗？也许大部分时间都不被允许和朋友出去玩，或在别人家过夜。你确实盲目地遵守规则，但也许会时不时地溜出去。严厉的父母通常期望孩子服从和尊重权威，相信他们养育的是诚实和受尊重的人。但为了应对所有严格的措施，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了鬼鬼祟祟，成为优秀的骗子，学会隐藏秘密，时不时地说几个善意的谎言，变得很重要。必须掌握说谎的艺术，因为害怕可能受到的惩罚，所以现在要在几秒钟内想出令人信服的谎言。4、规矩。我都等不及要离开这里了，我等不及要过我想要的生活，没有任何规则。但事实是，这些规则根深蒂固，以至于现在觉得没有他们就活不下去了。你觉得需要规则和安排吗？这种需要的一个例子可以是社交功能，你可能在工作或学校感觉更舒服，不是因为知道规则，你知道你应该如何表现，以及别人对你的期望，但当你在派对上时，就不那么确定你们都聊些什么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会怎么做？规则和安排并不明确时，对一些在严厉的父母环境下长大的成年人可能会成为一个挑战。如果没有指导，他们可能会感到迷失。5、叛逆。我在帮你自律，希望你成为一个品行端正的成年人。严厉的父母通常认为，他们的管教方法会让孩子成为有礼貌和纪律严明的人，但研究表明，严厉的养育方式实际上会让孩子产生行为问题。他们可能已经学会了，在事情不按他们意愿发展时，变得更加叛逆、愤怒、冲动和好斗。此外，他们更有可能冒险，比如离家出走或尝试毒品。这可能是因为想弥补失去的时间，对一些人来说，这可能就像在感觉自己一生都被囚禁之后，终于获得了自由。最后一点，6、悲伤。不幸的是，严格的管教也会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严重的副作用。有研究表明，在严格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往往不快乐，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。你会因为你的成长经历而感到悲伤或焦虑吗？如果经常感到绝望、疲惫、无聊，如果觉得自己不喜欢以前喜欢的事，可能患上了抑郁症。
严格的管教除了会增加一个人患精神疾病的几率，还会增加自杀的风险。研究表明，在一些国家，如香港和澳大利亚，在严格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有自杀倾向或自杀意念。请记住，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表现出自杀意念的迹象或症状，请联系心理健康专业人士，或访问描述框内的国际自杀热线网站。这种成长方式可能会让一个人感到受伤和困惑，不幸的是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从缺乏爱和大量严厉的规则中恢复过来。开始这段旅程的一个好方法是承认自己不应该感到内疚或羞愧，接受真实的自己，即使自己有时会犯错，正视错误，让我们成为人。即使父母从未意识到。你有影片中提到的哪一点吗？小伙伴们还注意到严格管教孩子的其他副作用了吗？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记得分享给任何可能从中受益的人。期待大家在下面的评论区留下任何想法或建议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